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025年男频大男主剧井喷式爆发，肖战、杨洋诚意谁能脱颖而出？在影视行业的发展历程中，市场的风向总是变幻莫测。近年来，随着纯女频赛道的日益拥挤，随着庆余年大热，资本和创作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男频市场和武侠领域，使得2025年成为了男频与武侠大男主剧扎堆的一年。尹正、肖战、杨洋、成毅、罗云熙等一众演员都投身其中。然而，在这看似繁荣的表象之下，究竟谁能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卓尔不群？一些蛛丝马迹或许能让我们一窥端倪。男频市场的崛起与大凤打更人的前车之鉴。曾经，纯女频剧在市场上独领风骚，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纯女频赛道逐渐拥挤，同质化现象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男主和男频市场这块尚未被充分发掘的蛋糕，开始受到资本的青睐。于是，如雨后春笋般，众多男频作品纷纷涌现，大有复制前2年纯女频剧辉煌的态势。在这股男频热潮中，2025年备受瞩目的大 IP 剧《大凤打更人》率先开播，可谓是声势浩大。从开播前的宣传来看，它享受了史上少见的待遇，半路香槟庆祝，云包场数量惊人，多平台多领域大屏横推，甚至众多剧集为其让路，这一切都昭示着资本对其寄予的厚望以及对男频市场势在必得的野心。然而，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该剧开播后，尽管宣传力度空前，但剧的质量却远远未能跟上。剧情方面遭到了观众的群嘲，平台和幕后团队的过度营销行为也引发了大众的不满。从实际的播放数据来看，尽管有幕后的大力助推，但该剧的播放量却迟迟未能突破3万线，这无疑宣告了它的失败。深入分析大凤打更人失利的原因，可谓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是演员的演技和能力不足，有人则指出剧情刻意搞笑多于主线，使得故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受到影响。但实际上，其核心问题在于该剧的 IP 与主创团队间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原著作为典型的男频 IP 网文，融合了玄幻、热血、庙堂以及多红颜知己等众多典型男频要素，这些元素是吸引男频读者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剧本改编时，这些关键元素却被不同程度的削减，转而以甜宠风格的轻喜剧进行内容填充。这一改编思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此前赘婿的成功让主创团队产生了误判。导演邓科在指导赘婿时，误以为该剧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甜宠向的改编吸引了非原著粉丝，于是平台在看到赘婿的成功后，想当然地认为将这一模式与庆余年的大咖群像加精良制作模式相结合，就可以复制成功，却全然忽略了大凤打更人与赘婿2部作品在本质上的差异以及团队的适配度问题。主演王鹤棣是凭借女频 IP《苍兰诀》出圈，女主田曦薇则是凭借《卿卿日常》这一准女频剧获得关注。导演邓科更是擅长甜宠向改编，而赘婿的成功其实存在一定的巧合因素。一方面，其剧情前期以爱情剧开头，所以即便贸然改编为甜宠风格，观众也不会过于反感，从而开局顺利。另一方面，赘婿的演员团队很大程度上复刻了成功男频剧《庆余年》的阵容，在爆剧《庆余年》之后紧接着推出，拥有极为扎实的群众路人基础，因此前期流量可观。但大凤打更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在剧情节奏方面，原著本来开篇通过叔侄下狱这一极具戏剧性的冲突，迅速展现主角的刑侦破案能力，剧情紧张明快，
能够迅速抓住读者的眼球。但改编剧中由于加入了过多角色和插科打诨的情节，导致剧情节奏被彻底打乱。这种突兀的情节呈现，让不熟悉原著的观众感到十分出戏。再加上宣传策略的失误，用擂台方式吸引人，对标庆余年，但是质量又没跟上，所以就成了欲借东风，却成了西风恶，最终导致该剧口碑和收视的双双失利，也给后续的男频大剧蒙上了一层阴影。细细思想，赘婿大凤一成一败都与庆余年有关，可见成型的男频顶流可谓恐怖如斯。未播男频 IP 剧的前景展望。在大凤打更人之后，2025年还有多部备受期待的男频大 IP 剧蓄势待发，其中《凡人修仙传》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部。有意思的是，这剧由演员杨洋和导演杨洋携手打造，个人还是很好看的一部。杨洋作为早期的4大顶流之一，尽管近年来演技的提升受到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依然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这为该剧的开播奠定了坚实的粉丝流量基础。而导演杨洋更是男频神剧《江夜》的创作者，江夜在播出时以其宏大的实景场面、实感充足的武打设计以及质感精致的特效，赢得了男观众的高度认可。虽然只是小爆，但在男观众心中的含金量却非常高。江夜这部剧很好地体现了男频剧的典型特点，叙事宏大，世界观复杂，情爱只是点缀，这使得该剧在一定程度上受众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原著粉、男观众以及小部分女观众之间。但是与当时新人出身的陈飞宇不同，杨洋恰好自带庞大的粉丝量，可以吸女粉，再加上有着男频神做创作经验的杨洋团队，两者强强联合，从各方面来看都具备了出圈的潜力，值得给予较高的期待值。然而，并非所有未播的男频 IP 剧都如此被看好，比如《遮天》，该剧由尹正主演，导演是电影《满城尽在黄金甲》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摄影导演，编剧编过《花千骨》2015、三体等作品。从主创团队的配置来看，存在着男频办正剧与女频元素混搭的问题。这种风格不统一、定位不明确的主创配置，很可能导致该剧在创作过程中出现风格混乱、剧情走向不明确等问题。所以即便主演尹正演技出色，恐怕也难以弥补这种先天性的不足，因此让人对该剧的前景感到担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IP 出圈概率也很大，比如《藏海花》作为《盗墓前传》，虽然是大男主剧，但这个系列一直以来都倾向于女频风格，此次由顶流肖战出演，可谓是恰如其分。肖战凭借其超高的人气，在女频受众和肖战的粉丝群体中获得不错的反响，再加上盗笔系列一直都是王炸，所以也属于强强结合。而接下来的英雄志和成毅的组合则让人又爱又忧。这部作品号称是金庸封笔、古龙事后，江湖唯有英雄志的绝对后传无统治者，其作品更倾向于正剧，展现了一个残酷的时代，一群英雄豪杰用鲜血和生命助燃大时代，人文思想浓厚，结构宏大，负载着沉重的命题与哲学思辨。如此宏大而深刻的作品，拍摄难度极大，很容易拍成女频武侠风格，这对于原著党来说无疑是一种担忧。至于最终呈现效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另外紧跟着的《水龙吟》是作为莲花楼作者的又一武侠作品，从剧编和选角来讲应该是走着莲花楼的路，本身也偏向女频，虽然是大爆剧口碑剧的作者，但是跟在莲花楼之后出演该剧也是有弊端的，先吃螃蟹的未优。如果只是简单的复刻前作的模式，恐怕就会多角度比较，罗云熙和成毅相比真的并不占优。此外还有凭借一吸引了大流量的赘婿二，个人并不看好，因为第一部中后期随着剧情的崩坏，
郭麒麟饰演的主角也被频频吐槽，就如之前所说，《赘婿一》的热播是种种巧合带动的爆发，但就邓科团队而言，明显不具备更高级的男频改编能力。《赘婿》后期原著堪称半部神作，其对军政时事、人文人性的描绘堪称一时翘楚，但是其人心挖掘太过，所以《赘婿二》会大幅度改编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赘婿二》就是铁定的女频甜宠作品，口碑是肯定要掉的。至于热度，看天时地利了。男频剧的未来之路，综上所述，2025年虽然男频与武侠大男主剧扎堆，但真正能够脱颖而出、大火特火的作品恐怕并不会太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众多作品在同一时期争夺观众的注意力，使得观众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分流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从已经播出的大奉打更人以及对未播剧的分析来看，很多作品在 IP 改编、主创团队配置、剧情节奏把控等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作品的质量和口碑。对于创作者和资本来说，要想在男频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就必须要深刻理解男频作品的核心要素，尊重原著，避免盲目跟风和错误的改编。在选择主创团队时，要注重团队与作品风格的适配度，确保演员具备驾驭男频角色的能力，导演和编剧能够准确把握男频故事的精髓。同时，在宣传推广方面，也要制定精准的策略，突出作品的特色和亮点，吸引目标受众的关注。对于观众来说，在众多男频剧中选择观看时，也应该保持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维，不要被宣传所迷惑，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对作品质量的判断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剧集。只有这样，才能让男频市场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让真正优秀的男频作品脱颖而出，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视听享受和精神滋养。在这个男频剧竞争激烈的时代，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需要且行且惜，共同期待更多高质量男频剧的出现。